你要去哪儿啊？回我妈那儿一趟。我一个远房的表哥来了。对了，你跟我一块回去吧。妈说想让你见见呢。我就不去了吧，我又不认识你表哥。上几次你们家那么多什么我都不认识的亲戚去，我多尴尬呀！那有什么尴尬的？你自己去吧。那你去哪儿啊？你要是回家的话，我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小程那儿看看。他最近会馆装修，我帮他照顾照顾。他的事儿是不是事儿？我们家的事儿就不是事儿，对吧？主要是我都不认识，去我多难受啊！你行了行了，你就停前面吧，我下车了。怎么了我？你给我停车吧，我就在这儿下了。丽丽，丽丽。程老板，已经12点了，不然小弟做东，咱们边吃边聊。喂，肉丁，你到哪儿了？行，你别着急，我们在石山宾馆等你，好吧？好嘞，慢点开车啊。你给我站着，别跑！站住！给我！站住！那刘师傅，咱们就说好了，养生馆的活就包给您了。但我想追加一个条件，您说，就是我们这儿的大老板韩总啊，他们的新家要装修，我想把这活也包给您。没问题。你只许收成本费，而且还不能让韩总知道，明白吗？这会所的费用已经算得很低了，还要给韩总装，那我们真的没赚钱。赚不赚钱您心里最清楚了。要不这样吧，您再考虑考虑。我们现在去石山宾馆吃饭，如果您考虑清楚了，那么一块儿吃顿便饭，您看怎么样？走吧。都跟好了，不要掉队啊！来，都过来。来，我认识你，你是不让韩叔来我们家那个阿姨，你怎么了？新宅，阿姨不太舒服。阿姨没有不让韩叔叔去陪你啊，只是她有的时候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跟你在一起。妈妈说不是，是你不愿意让韩叔来我们家，所以韩叔就不来。不是这样的，阿姨很愿意韩叔叔去陪你，真的。那好，我告诉韩叔叔，你是愿意让韩叔来我们家玩的。新宅，你怎么又掉队了？赶快回去，不是说不能掉队吗？阿姨再见。见。哎，你没事吧？请问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是他妈妈的朋友。你能不能帮我叫辆出租车？好的，你等着。陈总，一份饮料。这什么饮料？这是鲜榨的胡萝卜汁和番茄汁的混合饮料。你怎么知道我就会喝它呢？我不知道您以前有没有喝过这种饮料，但是作为一个养生会馆的经理，我知道这样一杯饮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有好处的。赵飞，我是经营养生馆的，你觉得这些我会不懂吗？那是，看您的皮肤和精神状态，
就知道您是一个很会保养的人。喂，叶兰。什么？动了胎气在抢救？在哪家医院？好，我马上去。医生说了，我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哎呀，看来啊，这见义勇为的事儿也不那么容易干。废话，要好干的话，还设立什么见义勇为的奖金干嘛？笨啊！你刚才把我说的那么严重，一会儿若定来了，看我没什么事儿，会不会生我气啊？他就真看出你没什么事儿，又能怎么样？何况你有身孕在身，他本来就应该陪在你身边的，这叫天经地义。哼，什么天经地义啊？还不是得靠撒谎把他骗到这儿了。哎呀，这叫善意的谎言，或者说叫爱的小技巧。再说，你刚才确实昏倒在路边嘛，所以呢，他现在就应该陪在你身边，他不在你身边就是他的错。哎，这男人啊，他有婚外恋，这全是女人管得太松造成的，或者说叫缺乏爱的小技巧导致的。喂，若丁，你到哪儿了？怎么你老婆进医院了？严不严重啊？哪家医院？要不要过去帮忙？那好吧，有什么事打电话吧。哎哎。现在不用等，咱们先吃吧，他来不了了。程总，韩总的爱人在医院急救，要不我代表您去看看他吧。算了吧，他说不用，咱们赶快吃吧，吃完还工作呢，好吧？不知道韩总爱人的身体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抢救不过来，可就麻烦了。说什么呢？哦，我只瞎猜着玩嘛，对不起。怎么回事？嘘。啊？怎么回事啊？我刚来的时候，茉莉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我都吓死了。我医生刚才来过了，现在好一点了。上午还是好好的呢，怎么就动了胎气了呢？你刚开车走后，茉莉在等出租车，正好一小偷抢了别人的包，从她面前跑过去。茉莉见义勇为，去拉了一把，结果小偷没拉住，把自己拉了一大跟头，就动了胎气了。他自己什么情况他不知道吗？他见什么义勇什么为啊？哎，我说老韩，你怎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啊？茉莉拉的可是小偷，你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婆为荣才好。好，好，好，以他为荣。大夫怎么说的？大夫在办公室等你呢，快去吧。好了好了，到时间了，该睡觉了，别看电视了。来，早睡早起才是好孩子，快进来，快点儿。妈妈，你陪我睡吧。都快要上学了，是大孩子了，得自己睡了啊。妈妈晚安。晚安。妈妈，我今天看见那个阿姨了。哪个阿姨啊？就是不让韩叔来我们家那个阿姨。你在哪儿看见她的？她干嘛呢？她很奇怪，就在马路上，她让我把她扶起来。那后来呢？后来李老师来了，把她扶起来。
他自己坐出租车走了。他是自己坐的出租车走的吗？嗯。韩叔叔今天又没接星辰放学，是不是那个阿姨的事儿？可能是吧。好了，睡觉了啊。喂，若弟，茉莉她怎么样啊？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儿，吃点保胎药就好了，你放心吧。这2天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过去了，我陪陪茉莉。哎，对了，药你别忘了吃啊。哎，要不我来煮？啊，行，那就这样啊。哎，好，再见。啊，不用了，不用，我马上就好了。谁给你打电话？一个同事。真的是同事吗？快，进去等着去。进来吧。程总，韩先生说呀，让你一定把这药给喝了。你放那儿吧。哦，那你一定喝啊。来，趁热吃了吧。太好了，我饿死了，一天都没吃好。丽丽，咱以后可别干这种危险的事儿了。叶兰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医院抢救，可把我吓坏了。下去想到上次你流产时的那种情况了。当时孩子没了，我是心里难受，但是我更怕你再出点什么意外啊。你在里面做手术，我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你，我浑身发冷，心都揪起来了。今天他打电话说你动了胎气，上一次的那种感觉一下全来了，无助、恐惧、失落，我手都发抖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儿了。也是我不好。我今天要把你送回来，就不会有这事儿了吗？不怪你，都是我自己太冲动。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多管闲事儿了。傻子，这哪叫多管闲事儿啊？见义勇为是好事儿，可是咱得注意一个方式方法呀。以后啊，别再冲动啊。我吃好了。再吃点吧。太多了，吃不了。那你把鸡蛋吃了。
慢点开车，注意安全。啊，对了，别忘了让墨菊和朱日静今天碰面。我知道，我这就回家接木菊去。去吧。丽丽，我还是送你过去吧。欢迎光临。诗静，我妹妹墨菊。来，坐吧。其实你们都见过了，我正式介绍一下，朱世京是你姐夫单位里的好哥们儿，飞行大队长，年轻有为。没什么可炫耀的，就是一司机，只不过是在高空作业罢了。可是我听说，论收入，地上有吊车司机，天上有飞行驾驶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哎，你们俩喝点什么？这儿的台湾奶茶挺不错的。你们俩慢慢聊吧，我就先撤了。哎，一起喝一杯呗，别把自己搞得像个专业红娘似的，好不好？我可不给你们当电灯泡，好好聊啊，我先走。哎，没那么神秘吧？
洛丽，这么巧啊？你去哪儿？要不然我送你吧。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吧，谢谢。那咱们能找个地方聊聊吗？你跟我可以吗？你今天想跟我聊什么呀？我想跟你说说我跟若定以前的故事。6年前，我们俩其实特别相爱，可是都怪我不好，爱耍小孩子脾气，就跟他闹分手。其实我是想等着他回来找我的，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所以我就一赌气，嫁给了后来的丈夫。既然这样，你干嘛要把新宅生下来？其实我无数次想打掉这孩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而且他毕竟是个生命，他还是我跟若定爱的见证。可是纸永远包不住火的。后来我丈夫发现了新宅不是他的亲生骨肉，包括他爸妈妈非常生气。就在新宅2岁的时候啊，他们把我们赶出了家门。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新宅又小。后来我想尽办法打听到若定，他回到了厦门，我就带着新宅偷偷地跑到了厦门。可是我没想到，我来的时候竟然看到的是你们俩的坟墓。其实我知道，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幸福。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祝福你们俩永远幸福。后来我就回到了北京，我丈夫看我们俩可怜，就把我们俩接回去。看来你丈夫对你还不错。是，可是我不爱他，从来也没爱过。我当初嫁给他就是为了气若定，我希望能看到若定后悔。可是到头来后悔的是我自己。这次你为什么要回厦门来呢？其实我不想的，我甚至早已经把对若定的情感埋在了心底，我想带进坟墓的。可是老天就是这么捉弄人，让我得了绝症。没办法，必须对得起孩子。我必须让新宅知道谁是他的亲生父亲，我也有责任把孩子送到他亲生父亲的身边，所以我回来了。我理解，你放心吧，以后我一定会对新宅很好的。我还能帮你做点什么吗？我不需要，真的，一个将死之人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儿子能跟他的亲生父亲天天在一块儿，
希望星宅他能感受到他的爸爸妈妈，他的这个家庭是多么幸福，就够了。那好，以后我让若定每天都过去陪你们，这样可以吗？茉莉，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可是我现在还是想求你，求你在我临死前，能让我真正的感受一下家庭生活吗？可是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丈夫了。我知道，所以我现在才来求你啊。你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爱他吗？我保证，我保证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你觉得你比我还爱他？我可以发誓。那你也应该先去问问若定，他是不是还爱你？只要你离开，我保证他一定会爱我的。我离开？你和我的丈夫在一起，让我离开，你不觉得这样太自私了吗？而且，我现在也怀了若定的孩子。茉莉，我知道我现在的做法太自私了，我知道这样做对你不公平，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了，我真的恳求你，你想想看，你还健康，你又年轻，你还可以有别的选择啊。我没有选择了，我已经选择了若定做我的丈夫，他是我生活的唯一。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的是一件衣服，甚至更贵重的东西，我都可以送给你。但若定，他是我的丈夫，是我孩子未来的父亲。换了你的话，你能把他让给我吗？要不然我陪你去医院吧。没关系的，老毛病了。对不起，我得回去吃药了。我会让若定给你一个答案的。这个了，以前没玩过。那你想玩什么呀？有一种拿起飞机的，好像这儿没有。是不是叫战青锁四角？对呀，你玩过啊？当然玩过，我玩的可好了。哎呀，可惜这儿没有，不然啊，咱们可以好好较量一下。你要是想玩，我家里有。
金色站，我给你传过去，咱俩在网上签。行，回头我把邮箱发给你。这么大文件，邮箱怎么传呢？要有 QQ 和 MSN 实时传输。哼，我不玩 QQ。是吧？你是出土文物啊？偶尔呢上 MSN， 没有时间。啊，难怪这么年轻就当上了飞行部队长，果然与众不同啊！哎，莫菊，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啊？赞美别人？是啊，因为你优秀嘛。哎，你看，这有玩打枪的，我也没玩过，我就不信啊，赢不了你。好呀，来，我才不怕你呢。能让我真正的感受一下家庭生活。只要你离开，我保证他一定会爱我。喂，熊总。啊，对，我刚下机。现在吗？哦，好吧，嗯。好，谢谢啊，慢点啊，别摔着了啊。要做一个大度的女人，不要为小事生气。更不能虐待自己的肚子。小韩，跟老婆请好假了吗？打过招呼了。公司里头传说你喝酒的酒量是海量，是不是真的？大家都夸张了。无风不起浪吧？也不会全是造谣吧？啊？没有，就平时没事儿喝一点儿。哦，好，好啊。喂，喂，若定啊，你先说话方便吗？没关系的，我说你听着就好了。在酒桌上呢，你得察言观色，一定要分清楚谁是酒量好的，谁是酒量差的。一般酒量好的呢，坐的都比较稳，而酒量差的人呢，往往是在讨酒。那么每干完一杯酒之后呢，屁股坐在凳子上，一定是左右转来转去的。当你分清楚谁的酒量好，谁的酒量坏之后呢，那你碰到酒量好的人，一定要躲得远远的。那么碰到酒量差的人，得狠狠下手了。好，好，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喝多的。嗯，好，再见。是你老婆打来的吧？她说什么呢？把你乐成这样。教我怎么喝酒了？哎，你可别小瞧那女人。酒桌上的女人呐，可是不能轻视，像这红脸蛋的，啊，装药片的，还有砸小辫的。这都是喝酒时最怕遇见到的人，啊！
熊总，我就不送您了，您慢慢走吧。小韩，好酒量啊，在酒桌上不露锋芒，不咄咄逼人，好品质啊！啊，没有，我不行，我都喝多了。哎，回家早点休息吧。要不要司机送你一下？不，我自己歇会儿，你早点回去吧。啊，我们回家。喂，丽丽，啊，我在公司的楼下，没有，我没喝多，我就是有点不舒服。你不要管我啊，你睡吧。我睡一会儿啊。哎，好。哎。丽丽，干嘛喝这么多？还回不回家了？今天喝多了，丽丽。哎呀，这么晚了你还过来接我，你真好。没有我，一切可能会更好。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今天见到他了，他说，要是没有我的话，你们会是幸福的一家3口人。我现在觉得他说的对，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与其像现在这样4个人都痛苦，还不如我让出来，成全了你们。丽丽，你怎么能信他的妄想呢？我要说多少遍你才能相信我？我求你了，好不好？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来影响我们的感情，好不好？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你以为我受得了吗？你成天往他那儿跑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可是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和他的感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为了孩子，我能袖手旁观吗？你别总拿孩子说事儿，我都说了，孩子可以拿到我们家来养。可是我跟他商量过，他现在确实是离不开这个孩子。你还袒护他？你别指望我会像过去那样，你们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那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呢？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体谅你的心情，可谁来体谅我呀？谁知道我的苦啊？我每天往他那儿跑，我也很累，我心里压力那么大，我不愿意一心二用。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该怎么办呢？我也需要爱，我不需要怀疑和猜测。
我需要你的信任，让我们以前的信任继续下去好吗？回家吧。你热弟，你来了，刚好你看到人图纸会。出来一下，啊？这儿太吵了，我跟你说点事儿。重复啊，不行。我要去看房，我顺便过来跟你说点事儿。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还没见你照过面啊？单位的事儿特别多，最近茉莉的身体也不太好。哎，我就让茉莉。上班以后啊，你过来陪你姐，就这么定了。姐听到了吧？那好啊，你自己去挑个房间吧。这么好的房间啊，我一定挑个最大的。到时候你们有了小宝宝，我再撤，行不行啊？行，我告诉你啊，这回就要看看你在澳洲学的室内设计学的到底怎么样了。放心吧，姐。提到装修，上一次小程说要帮咱们介绍一个比较好的装修队，包工包料，要不要看看？嗨，这所谓的包工包料啊，就是既要赚你的装修钱，又要赚你的材料钱。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己买材料，反正装修有小菊盯着呢，是吧？就是啊，姐夫包在我身上吧。那好，我回来之前你把设计方案拿出来啊。没问题，给你们看看。这就叫专业。丽丽，
别弄了，明天再弄吧，后天再走呢。马上就好了。好了，过去聊聊天，看会儿电视。你先去吧。走吧。哎呀，怎么还不睡觉啊？这画的什么呀？啊，飞机。这谁呀？这是韩叔叔在前头，因为韩叔叔会开飞机。这是我，因为我不会开飞机，所以我在后头。那为什么没画妈妈呢？画不下了。那你干嘛不画个大点的飞机，把妈妈也画下呀？明天画个这么大的。画大飞机把妈妈就画下来是吗？哎，你现在该干嘛了？是不是该睡觉了？要不然明天早上韩叔叔接我们去水族馆，我就不带你去。快睡觉！真乖。妈妈，现在水族馆的海龟是不是也睡觉了？海龟早就睡着了。现在水族馆里的鲨鱼在干嘛呢？鲨鱼这会儿干嘛做梦呢？那韩叔叔干嘛呢？韩叔叔啊，早就睡着了，快睡快睡，别，这些我是在一家清仓的布店里买到的。我要把这漂亮的彩色缎带给绑在救生圈的上面，贴了蓝色绝缘胶带的。我怎么睡着了？我发现一躺在你怀里，我就特别容易睡着。上床睡吧。你抱我。走。还没来呢。不是说好的吗？怎么说话不算数？看把你急的。等咱们吃完早餐啊，韩叔才过来呢。文姨，快点把今天早点给我。你这没洗脸没刷牙你就想吃早餐呀？啊，不许吃，快去。妈妈真麻烦。准备开早点吧啊。哎，好。丽丽，我送你了。你不是要去陪儿子吗？没事。算了吧，我自己坐公车就行。去哪家？最大那家，东西多。丽丽，怎么？你不去了？我还是陪你逛逛吧。好啊。慢点吃。陈总，你电话。喂，若定，你到哪儿了？开会呢。那行，那我们先去水族馆，在那儿等你。哎，好的。妈妈，韩叔叔不来了吗？没有，韩叔叔单位有事儿，咱们先去水族馆，在那儿等他，好吗？快吃。
家具是简约风格的。我喜欢这些装饰品。都是实木的，肯定不便宜。桌子造型也不错。哎，这个灯挺有特色的。真漂亮。多少钱？这么贵？行了。再去看看别家。我看啊，直接订一套这个整体的，方便省事儿。我回头跟小菊商量一下吧，看他怎么想的。你说今天咱们看中那几样东西，要不要先定下来啊？急什么呀？房子还没开始装修呢，图纸也没出来，以后再说吧。我是担心再过一段时间，肚子大了就不方便出来。有我呢，咱们今天看的那些啊，我都记住了。回头啊，我们算计好啊，我来定。那好吧，走，咱们再去前面逛逛。好看吗？这个鱼？好看。妈妈，海龟在哪？我要看海龟。海龟在下面呢，你别着急。刚才妈妈跟你说那个蟹，你记住了没有？那个叫巨型蜘蛛蟹，记住了吗？记住了，一会儿讲给韩叔叔听。妈妈，乌龟吃咱饼干了。看来这个大乌龟喜欢星仔，刚才那小朋友饼干他都没吃，是不是？再来一块。哎，你们干什么？没看这儿写着不能喂小动物吗？哦呦，对不起，我们没看着。不是，刚才我们看到别人在喂，所以我们以为可以喂呢。你放心吧，我们不喂了。我只看到你在喂，什么也别说了，罚款。不是，我们真的不喂了。你看你干嘛只罚我不罚别人啊？罚你呢，一是为了教育你，二是为了震慑别人。你看看现在还有谁喂啊？算了，多少钱吧？200。不要！你们也不喂啊？妈妈，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罚别人，非得罚咱们？看咱俩好欺负呗。看咱们俩是好欺负的吗？看你好欺负呗。一会儿你就把我放在家前面那个路口吧。怎么了？我去超市买点东西。我送你吧。不用了。那你自己注意点啊。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你买完东西就回家歇着吧。还行，看着你们俩真好。我现在就在想，你说我的病要是能治好多好，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一切来交换，只要能让我天天看着你们俩在一块儿。你别想那么多了，对身体不好。你跟新宅在一块儿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那你以后多陪陪他吧，你可不知道，他现在经常问你呢。我觉得孩子应该跟爸爸在一起，这样长大之后就不会缺少阳刚之气。行，没问题。来喽！哎，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给孩子盖上点吧，别让他着凉。若迪，我发现你越来越细心了。男人再细心也比不过女人。我在想，能不能让你妈妈来陪你们？为什么呀？你看你现在还要看病，还要一个人带孩子，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陪你们。他来，我觉得也能帮你们不少。哦，那没关系的。你要是忙的话，你不用管我们。你妈妈来呢，我觉得我也能放心很多。你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星宅？是为了你的身体。若迪，你要是让我妈妈来的话，就等于是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我知道了，好，我先回去了。都到家门口了，吃完饭再走吗？茉莉她有点身体不舒服，还有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也要回去收拾一下。小心点啊。再见。再见。我回来了。怎么了？怎么了，老婆？谁惹你生气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打过电话给我吗？我没收到啊。我怎么知道？那肯定是我在陪孩子游泳呢，没听见。谁知道你是在游泳，还是在干什么其他的事？哎呀，好了好了，是我没听见啊，是我不好。我辛辛苦苦的准备给你饯行，你可倒好，海中戏水去了。没有了，
你想我马上就要走了，去跟孩子玩一玩，你都不能理解吗？我理解，我也想高高兴兴送你走啊。我还想在你走之前跟你多待一会儿呢，这一去半个月呢。好了，别气了，半个月很快的，要不然你陪我一起去，怎么样？贫嘴！你看我在厦门你也不放心，那去法国你不更胡思乱想了？你真到了法国，我倒省心了。好啦，不管我去哪儿，我都是你的好老公啊！以后不许不接我电话。我发誓，以后一定随时接电话。到了法国得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不让老婆担心。我去收拾东西。我去吧。我自己来吧。不用。那我去做饭了。喂，爸爸，我好久都没给你打电话了，你在那边好吗？我这边不好，你想想看啊，我深爱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我能好过吗？而且那女人有什么呀？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爱，我的幸福。我恨他，我现在恨死他了。我恨死他。